们今天呢要讲一些新的东西。好，是延续上一次这个第12节的内容。今天要介绍的概念叫做 relative CW complexes。那在介绍这个概念之前，我们要先讲一个很基本的操作，就是说在这个几何学里面呢，我们要讨论很多空间嘛。可是呢，你当然可以从这个非常一般的空间出发，那你就会得到很一般的结论。不过大部分的时候，你想要研究的是一些你真的实际上能够做出来的空间，都是很特别的，所以你就从这个一些比较特殊的操作开始来构造你的空间。那这里很基本的操作叫做 joining cells。这个操作是这样的，一般来说呢，如果有一个后空间叫 x， 我们里面呢，我现在我用个不一样的符号，把它叫 y， 叫 y， 里面有一个 closed subset。那我们说呢，在这个假设之下，我们说，另外还有一个数字。数字，n 是一个非负整数。我们说呢，这个 y 呢，它是 append from z by adjoining n cells。我们还给一些符号，叫做 ENJ。如果以下这些是不好意思，我等下会把这段话抄在下面，因为从右边开始。by joining cells。如果呢有以下几件事情，第一个。我们写出来这些东西，这些人呢就叫做一些 cell， 就是我们要加进去的这些 cell。那么对任何一个指标啊，这个 Jn 只是一个指标值，个数不一定是康永，它可以有很多，但是每一个 Jn 呢，它都是一个 Y 里面的subset。这第一件事情，第二个 subset。第二件事情是说呢，如果我们给一个符号，所以每个 j， 我们把 EJN 上面加一个点，它是定义成什么？它是定义成在 EJN 里头，又在 A 里头的部分 ，A 对不起 ，A 是一个 Z， 跟 Z 交集的部分，叫做 EJN dot， 就是这样，是符号。那么，如果你把符号这样定，我们会有以下这个结论：这个 x 呢，它是 non-overlapping unit。所有的这些 EJN dot EJN 扣掉 EJN dot。还有这个 z， 也就是说呢，在 x 里面我有很多子集，果然不应该随便乱改的，在这 y 里面我有很多子集，那有什么呢？一开始有给定一个 closed subset 叫 z， 另外呢，我们还给了一些叫做待会会被称作一些 n cells 的子集，叫 EJN。然后我们把 EJN 呢扣掉它落在 Z 里面的部分，得到这些。那我告诉你说，所有这些人，他们连接起来就是 Y， 而且他们两相交，都是空集的。如
果这个 J 是不相同的交集是东西。好，这第二个条件。换句话说，你这个 Y 这个空间呢，它就会是一大堆互相交的子集的连集。那其中有一个是一开始的 Z， 另外有一些是这个 EJN 不在 Z 里面的部分。这个是集合论这样。第三件事情是跟 Topology 有关。X 这个 Y 上本来的这个 Topology 呢，它跟我们用这些子集做出来的 weak topology 是一致的。我们有讲过，就是说你如果有一个空间，它里面有一个集合，它里面有一些子集，每一个子集都是一个拓扑空间，你就可以用这些拓扑空间做一个大空间的topology，叫做 weak topology。那现在我的 Y 呢，刚一开始已经有拓扑，假设它有拓扑，利用这个拓扑呢，我现在有一大堆子集，这个子集全部都有 subspace topology， 然后我就用这些 subspace topology 重新做一个 Y 上的 topology， 叫做它的 weak topology。我假设这个跟 Y 本来的 topology 是一致的，这是第三个条件。换句话说呢 ，Y 里面的一个子集是 closed， if and only 它跟每一个这种东西的交都是 closed， 在各自的一定是 closed。这个是我上这个课以来犯过最多笔误的一次，而且是在很短的时间内。真不好意思 ，A 是 Z。好，等下你如果看到任何这种错误的话，请记得笔误。好，第四呢，就告诉我们说呢，其实这些 EJN 这些 cells， 它的形状也不是很特别，它是形状是很特别，并不是很奇怪的。你对任何一个 J， 我们会有相对应的一些 continuous map。这 continuous map 我们给个名字叫做 phi J。phi J 呢是从这个 pair Vn Sn 减 1送到 EJN EJ 到上头。这每一个 continuous map 呢，通常我们都把它叫做这个characteristic map of EJN。这个 map 我们把它给个名字，叫做 the characteristic map of EJN。这 continuous map 呢，它有一个特性是这样，它满足以下几个条件。写在这里啊，这个条件是这样的：第一个，它的 image 你看整个 Vn， 这个 Vn 就是 unit disk，n 维的 unit disk， 在 R 里头的距离原点小于等于1的构成。我们假设呢，这个 Vn 呢，它的 image 就是整个 EJN， 第一件事情，要这样注意。第二件事情呢 ，phi J， 它会把这个 open ball 的部分，就是 Vn 扣掉它的边界 Sn 减1这个部分 ，homeomorphically 就移到它的 image。扣掉，而且你还知道它的 image 就是 EJN 扣掉它在 J 里面的部分，扣掉在 Z 里面的部分，好，是第二件事情。第三件事情是说，第二件是一个technical 的假设嘛，的 topology。EJN 自己有一个 subspace topology， 我们说它这个 topology 呢，它必须要跟我也打个引号，因为我们之前讲这个 topology 并没有讲这个情况，不过它的意思非常清楚，大家把它写出来就知道。
送到EJN。这里面呢，前面2句话都很容易了解，就是说这个 by j， 它都是从某个 unit ball 送到这个大空间 Y 里面的这种被称作 n cells 的东西。那每一个都是暗路，而且呢，如果你看的是 open ball 的部分，它是 homomorphic 印到这个 EJN 不在 Z 里面的那个部分。那最后一个条件呢，我现在解释最后这句话，最后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这个 Topology 讲不是很好，我不应该把它叫做 Topology。不过 anyway， 它跟我们之前做的事情非常相近，所以我暂时把它叫做名字。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最后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如果你有一个子集，它是在 EJN 里头，用它原本的 Topology 是 close， 这等价于你把这个子集用 by j call back。4倍之后就跑到 BN 里面了，那么它在 BN 里头必须是 closed， 并且呢，你用这个映射把 call back， 也就是说跟这个东西交集，它必须在 EJN 大里面是 closed， 这是最后的条件，可以接受吗？所以换句话说呢，这个写的很长啊，但它的意思其实只是说，一开始你有一个大空间叫 Y， 那里面有一个子空间可能叫 Z。好，那这个 Y 呢，剩下部分长什么样子？它其实就是一大堆这种 map， 你把这些 map 找出来，你把这个 map 的 image 补进来。这 map 呢，它都会从一些 disk、一些 BN 送进来，有好多 by j。每次送进来的时候呢，这个边边呢就会打到 Z 里头的一部分。可能会有交点有关系啊，这部分就是 EJN 大，就是它那个共同部分。那这个 open ball 的部分呢，它可能就不在 Z 里面，它是在 Z 的外头，就是整个东西形成的是 EJN。所以你有一大堆这种 map， 把这个unit disk 粘到 Z 上，就你把这个 unit disk 的边边粘到这个 Z 的上面，那你整个 Y 呢就是一大堆这种东西构成。那在 disk open 的部分，这 open disk 的 image 的部分，还有 Z， 大家彼此是不相交的。那最后再加上一些拓扑的假设，就这样。所以基本上这个 picture 就是这样子啊。所以你可以把 Y 想成是从 Z 去粘合上一大堆 n 维的，我们把它称作 cells。那其实它就是一些粘上一些 open ball， 可是你粘的时候就是要用 close ball 去粘，然后把边界用连续映射 map 进来。那当然就有要求一些拓扑上的假设。好，那有很多例子，比如说这个给你们自己去验证，这个例子非常简单，我们前面都有遇过。比方讲这个球面自己，当然就是这个例子。n 维的球面呢，你可以取这个 y 是 n 维球面，那 z 是 n 减1维球面。那你想怎么从这个 n 维球面补上一个 n 减1维球面？比如说我假想它就是把它放在最后一个坐标是0的部分，我就是把南北半球连上去。所以在这个例子里面，我只需要有2个 phi 1 phi 2就够了，连上2个 cell， 2个 n cell。那连的方式就像你想的那样，你可以把那个 map 整个写出来。所以这个例子呢，这是一个例子。那另外还有什么例子呢？比如说 RPN， 这是 Y， 那你可以取 Z 是 RPN 减1。这个你们在之前做习题的时候已经看过类似的，你可以你可以把它呢粘上一个 n cell 到这个 n 减1上。其实这个图像就是把刚才上面这个图像的对镜点都 identify 在一起，就得到第2个例子。那当然还有第3个例子，也是你们习题做过，就是 CPN。CPN 呢跟 CP n 减1，好，这个时候它是 adjoining 一个 2n cell。OK， 好，这个交给你们大家自己去想，是为什么？你之前做习题应该感觉到这件事情啊。这个 manifold 它是real 2n减2维，那后者是 real 2n 维，基本上就是找到一个
2n 维的 disk， 然后把它边界 map 到这个粘出来的这个加法。好，这里有很多例子，那它们都是属于我们刚才这种操作做出来的。这些例子呢，也附带告诉你说，你看，像比如说 Sn 来讲，它是从 Sn 减1去粘上2个 n cell， 那 Sn 减1又是从 Sn 减2再去粘上2个 n cell， 所以你可以一路的往前追，你可以从非常简单的空间，可能就是空集合或是一些点出发，然后不断的粘上这个5个 cell， 去做出你的空间来。所以我们等下讨论的空间呢，就是不断的透过这种 joining cells 的 operation 去粘合出来的东西。那最后有个 remark 是这样，这个 remark 是说呢，我们刚才讨论呢，一开始这个 y 已经有一个拓扑结构，好，然后有一个closed subset， 然后有这些东西，我们说那 y 就是 obtained from the z by joining cells。那有的时候呢，你可能是反过来，你可能是先有这个 z， 你还没有这个 y， 你有这个 z， 你有一个 z 之后呢，你还有一些 map， 但是这个 map 呢，也还没有是整个 vn 的 map， 你只有一个从边界送到你的 z 里面的 map。那这个时候呢，你还是可以想办法造出那个 y 来，你就把那些 disk， 把这些 disk 跟 z 先做 disjoint union， 然后你把 disk 的边缘利用那些 map 跟 z 上的点identify在一起，基本上你就想象你就造出那个 y 来，那是一个办法。不过呢，大部分的时候你都要很小心去处理这个 topology 问题。你要说明就是在你的情况之下，你用这种方式去把一些 disk 粘到 z 上头的时候，你做出来的 topology、portion topology 会满足这里写的这些条件。那如果有满足的话，你就可以这样做。我只告诉你说，很多时候啊，你其实是会反过来，是先有一个 z， 然后想办法把一些 cell 粘上去，去造出那个 y， 然后去 verify 说，其实这个情况是满足现在写出来的这些条件。不过那些东西都有一点低解，所以我就不多讲。那希望你可以去参考一下 Spanier 的书。它的3.8集，Chapter 3第8集。不过基本上他写的也就是这样，他没有给你举例子，可以自己参考一下。好，这个操作概念什么吗？你不用太担心这个 topology 的事情，它只是告诉你说，反正我们如果要回到这个非常非常根源的拓扑的部分去讨论一些映射是不是延续的时候，你就是要利用这些性质。那图像上，请大家记得，就是我有个 z， 那剩下的部分 y 剩下的部分就是那种 EJN 以后不在 z 的部分disjoint union起来。好，因为我必须要把这个黑板擦掉，所以大家稍微记一下这个符号，还有这个 Algebraic maps 它的定义。那第二件事情呢，我要介绍的就叫做 relative CW complex。我们这个地方当然是直接去讲那个看起来比较 general 的 version， 就是 relative。但最早的时候，你也可以去讨论这种 CW complex， 没有 relative， 就是 absolute CW complex， 它是这个地方的一个特例。基本上 CW complex 这个概念这个是 Whitehead。在1949年提出，应该是 JHC Whitehead， 他那个 first name 有点像，就不行。那这种空间呢，它基本上就是透过刚才这种操作，从最简单的空间开始，不断的粘一些 cell 上去，做出来的一个空间。有点像是我们前面讨论的 simplicial complexes， 只是说以前你都是用 simplex 去做粘合，用一种非常规矩的方式，基本上是 piecewise affine 或者 linear 的方式。这样有办法吗？这个地方呢，它可以允许比较大的 flexibility， 就是它并不要求你的那个粘合的对象是那种方方正正的 simplexes， 它用的都是这种 disk。那粘上去的时候呢，你那个 map 也可以是很奇怪的，就像我刚才画的一样，你这个 Sn 减1这个圆周 map 到 z 上面的时候，那个 map可以只要是 continuous 就好，所以可以很复杂。好，推广之后这个概念呢，它在后来 Topology theory 里面的发展是很重要的，就是说这一类的空间特别适合用来讨论 Topology theory。好，我们另外你也可以证明，就是说基本上如果没记错的话，所有的拓扑空间它的 Topology type 一定跟某一个 CW complex 是一样的。不过我们并不需要用到这些事情，只是跟你们比一下
这个概念其实是有点重要的，蛮重要的。好，那什么叫做一个 relative CW complex 呢？一个 relative CW complex， 通常我们符号会写这样子 XA，relative 就是说为 pair 的意思。这个 relative CW complex 呢，它包含两部分。第一个部分有一个拓扑空间叫 X， 那另外呢还有一个 closed subspace。这第一部分就是拓扑空间，然后后面那个是一个 closed 的东西。第二部分呢，我们有一串。closed subspace 的 sequence， 叫做 XK。有串，那这串东西呢，它的条件是什么？它满足的条件是下列几点。第一点呢 ，SK 呢都是 A， 如果说 K 是负，就虽然我有串东西，这个 A 想的是一个在考虑里面最小的一个部分。那我这串东西呢，只要是负的时候，主码是负的时候，它就是那个 A。接下来我们就要不断的把这个一些 cells 粘合上去，所以呢 ，XK 它是 obtained from SK 减 P by adjoining K cells。好，那我们就给一些符号，就叫做 EKJ。这个 K 只是指明它的维度是，它对应的概念的维度是 K， 这样子。那这地方 K 当然是要是一个非负指数，第二个条件。所以你这串东西呢，它就是透过不断的 joining cells， 每次增加一个维度，粘合的这个维度增加。第三个条件告诉我们说 ，X 它就是这些东西的连接。这个 increasing family 呢，最后就是包含整个 X。那最后一个条件是说，我把它写在一起，把这个。X 上本来的 topology 呢，它跟用这些子集呢去做出来的 weak topology 一致。所以换句话说呢 ，X 里面的一个子集C， 它是 closed depend only， 它跟每个 XK 交集在 XK 里头是 closed， 这是它的假设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 setup 的话，我们就说呢，这个 pair 叫做一个 CW，relative CW complex。那一个特殊的情况就是，如果这个 A 本身是个空集合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就把它称作 X 这个空间是一个 absolute CW complex。这个 CW 呢，这个 W 指的是最后这个 topology 的条件 ，topology 的条件。那这个 C 呢，一般叫做 closure finite。它的意思就是说，你取每一个 cell 去看 closure 之后，看它到底碰到几个 cell。那要是有些东西，好，那么有了这个概念之后呢，你也看到就我们刚才举的那几个例子写在右边的这几个例子，这个 SN 啊、RPN 或是 CPN， 你
就持续的把这个 n 不断的减少啊，就发现说它是符合我们这边写的这个 CW complex 的这些条件，所以它们都是一些 CW complexes。那我们介绍这种空间呢的目的是什么呢？就像我们之前讲这个 simplicial complexes 一样，我们的目的是说，我们前面既然已经发展了那么多 homology theory， 然后接下来就要问说，这样的空间它的 homology 有没有一些别的表达方式？所以像之前在 simplicial complexes 的时候，我们有引进这个ordered 跟 oriented 两种 homology theory， 然后它们各有各的好处啊，尤其是这个 oriented homology theory， 它在这个有限性上面特别好处理。也可以用来证明一些定理，像是 Lefschetz fixed point theorem。所以你自然想问说，我们现在考虑这种叫做这个 relative CW complex 的空间，它基本上也是不断的粘合上一些很简单的对象啊。那我可不可以也有一些好的 homology 的看法啊，来计算它的 homology？ 我们上次呢已经有看到一点端倪了。不过在那之前呢，我们给个符号啊，给个符号。这个我们不断的把一些 cells 粘上去啊，从 sk 减1，你把它粘上一些 k cell 会得到 sk。那刚才在前面讨论这个 joining cells 这个概念的时候，我们有一些叫 characteristic maps 的东西，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也把它记作，我们就一模一样的记作，用这个符号 phi_jk。来记这些 characteristic maps， 它是从 k 尾的 unit disk， 还有它的边界，它的 k 减1尾球面送到 ekj 到 这个地方 j 是属于 jk， 这是一个 index set， 所以我们用这个符号，这些叫做 characteristic maps。就是我们是不断的，每一次都会有这些 map， 每一次对每个 k， 我就有一大堆这种代写 k， 好，我就把它全部都写出来，都代写 k， 好。接下来介绍这个概念呢，叫做 cellular homology。我们之前呢，在上一次最后呢，很快的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说有一个 complex， 这个 complex 呢，它的长相非常奇怪。它的DQ 上呢，我就随便写 k 好，换个符号，叫做 xk 减1。有一串 complex 长这样，因为你现在你这个空间呢，可以把它写成一串 increasing sequence of subspace 的 union， 所以你就把两相隔的那种 subspaces 拿出来做这种 relative homology。而且我有告诉你说这个 differential 是什么？这个 differential 的做法是说呢，你先把这个人，因为他是我们上次是用一个很广的架构，就是 homology theory 架构来讲，你从这个 relative pairs 的弄一些 sequence 可以造出这些 differentials。那你如果上次的东西有点不太熟悉，那没有关系，就把它想成是我们今天的情况啊，就是这个 relative CW complex 的情况。这个是 relative singular homology， 没关系。所以呢，这个 relative pair 不会有一个 long index sequence。那在 homology theory 的情况呢，也是有一个 long index sequence。这个东西我们把它就叫 boundary stop， 对不对？在它的情况。那另外呢，这里有一个 map 是普通的 inclusion 做出来的。我这个东西可以想成是 xk 减1跟空集的这个 pair。那这个 pair 当然是放在 xk 减1跟 xk 减2，所以我会有一个自然的 use map 做出来。所以这个上面这个 map 就是把这两个接起来。我只告诉你说，上面这个 map 的定义就是透过下面这个，可以接受吗？这两次啊，就从它到它呢，这两步，第一步用 relative homology 的这个 long index sequence， 然后看它的 connected homology。
第二步是用 long 的图卷丢出来，我们来把它接起来。好，那很容易可以证明它是一个 complex。上次我讲比较急啊，所以我今天把它再稍微写出来，先给你看，这个很简单 ，k 加1。上次是用 Q 的，不过我们今天稍微换一下符号，就帮你复习一下上次讲的部分。A。那这个地方就是这个 boundary map， 这个地方就是 boundary map。不过呢，你知道呢，它其实你可以把上面这个 group 写下来，一模一样写下来。所以你大的有个方块，它是可以交换的。你用的是两种不同的 pair， 一个是 xk 加1 xk 还有 a 这个 triple， 用的是 xk 加1 sk 还有 sk 减1这个 triple。所以这两组 triple 刚刚有一个包含的关系，那你垂直的部分就会有 map 可以连接在一起。而且呢，它们 induce 出来的 long z sequence 都是可以交换的。所以你这边呢写出来是，这边不用写，这边是 k sk 加 a。知道这是好，那你垂直的这个地方呢，用的是另外一个 z sequence。这个也是零。我们上次有讲过说，只要后面这个数字比外面这个除码啊是跟它不一样的话，就是零。好，那最下面呢，这个地方有这个 h k 减1 sk 减1 sk 减2。这个地方是 h k 减1 sk 减2 a， 一样的这两个这个比它小的人。然后呢，这个 map 就这样接过来，这就是 boundary k 加1，这是 boundary k。上次我教大家自己回去 check 一下这个走两次是0，不过你应该可以很容易看出来，为什么？因为你从这个地方出发走到这里来，你可以怎么看呢？看一下 A， 我可以想象这里有个 map 送到 SK， K 减 A 减2，不要多写那个，这个给你记住啊，这个很容易的，我就特别写。反正你走两次是0，然后我们有讲过呢，因为这个是0，所以这个是1，所以它们两个 kernel 是一样，这是贝塔，这个是阿尔法，这是伽马。然后我们告诉你说 h， 这个上次讲说这是 isomorphic 到 ha， 所以呢，最后这个人呢 sk sa 呢，它就是 isomorphic to 什么呢？它勾选掉它的 image。对不对？这个 HK SK A 勾选掉 image 伽马。可是呢，阿尔法是一个 injection， 阿尔法是1，所以这个人呢，他是 isomorphic 到阿尔法，然后 image 阿尔法伽马的 image， 勾选掉这个image 的 k 加1。可是呢，阿尔法伽马合起来的 image， 错了啊，这个是阿尔法伽马的应该是阿尔法的 image， 好，勾选掉它。可是阿尔法的 image 就是下一步的 kernel， 就贝塔的 kernel。可是贝塔的 kernel 呢，就是 boundary k 的 kernel。就我们上次有讨论过这件事情，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个 sequence。那刚才这个讨论是告诉你说，这个 sequence 你去算它的 homology， 算出来之后是什么呢？
这已经写了，就这个 kernel boundary k 跟 image boundary k 加一的 quotient 就是这个，就是这个 homology。所以这个呢，这个 chain complex 你用它来算 homology， 它算出来就是所有的 relative homology。我们今天的目的就是要研究这串 complex， 这是帮大家复习，所以我要把它擦掉，因为你上次基本上已经写过了。不过上次我们是在一个更广的架构下去讨论，就是说你并不需要是 relative CW complex， 你只要有一串越来越大的子空间，然后呢，你的 homology theory 呢满足一些条件的话，满足一些 axiom， 当然这件事情就对了。那我们今天只是把它用在 relative CW complex 的情况，你可以验证呢，在我们的情况，这个 relative singular homology 这个 homology theory 它就满足上次说的那些 axiom， 所以你可以得到这件事情。那得到这件事情之后呢，我们当然就是希望说把这个 complex 讲得清楚一点，因为我们希望可以这个空间既然这么简单，每次都是拿一些这个 disk 连上去，可是我最后算 homology 把它弄成一个这么奇怪的 complex 也没用了，所以你要对这个 complex 有一些了解。所以我们想要搞清楚，第一个，它每个部分的这些 chain group 是长什么样子。那第二个，写成一个很好的样子之后，我想要知道这个 map 写出来之后要长什么样子，这是我们的目标。那先讲一个 proposition， 这个 proposition 呢告诉我们说呢，讲 proposition 之前我让我做一个 remark， 这个 remark 我很久以前就要讲，但是一直都忘了。好，这个 remark 是说呢，是关于这个。关于 relative homology 还有 reduced homology 这两件事情的一个 remark。我们先想一下什么叫做 reduced homology。好，首先呢，我假设我的 x 是一个拓扑空间，然后 A 是一个子集，用的是 subspace topology。那我现在来看 reduced homology， 先看 A 的啊 ，A 的很简单 ，A 的就是考虑一个 chain complex。故意在前面加了这个 augmentation， 加了 z， 然后我知道呢，我就故意用这一串东西去算 homology， 算出来当然就是 relative homology。为什么？因为这一步呢，你算的时候 kernel 空间要 image， 可是 kernel 就是 S 0的啊，所以基本上就是你用这一串去算出来就是就是这个 reduce homology A。那另外呢，你想要把这个概念，把这个 reduce 的概念跟 relative homology 连在一起，所以我要连同 x 一起看。那 x 的它当然也有一个 augmentation 的，好，而且我知道这个映射都是跟 augmentation 是可以交换的，所以我有两串这个 complex。那各自算出来的 homology 呢，就会是 A 跟 X 这两个空间的 reduced homology。那 relative 怎么做的呢 ？relative 就是做它的 quotient， 对不对？它 quotient 掉它送进来就是这个 relative complex。所以呢，你会得到两串东西在这里，得到第三串叫做 relative singular chain complex。那当然这个地方做就它勾选它了，它勾选它就是0。好，那我写出来这个图呢，这三串 complexes， 它的特性就是说，所有的垂直的部分都是一个 Schrödinger sequence。好，就是说 all colors
exact。我们知道这件事情就是说，所有的 polynomial 都是 exact。所以换句话说呢，我有3串 chain complexes， 然后它们构成一个 short exact sequence of chain complexes。那我们有学过，只要你有这种 short exact sequence of chain complexes， 你就会 induce 一个 long exact sequence homology。所以呢，我把这个 homology 写出来之后，就发现说，当然后面都是跟以前一模一样啊，就是你会有 HK relative A， 然后接到 XK 减1A， 后面当然也还有。可是呢，到了下面这个低阶的部分，你会发现得到什么？你得到的是 H1A、H1X、H1XA。哎，你接到这边来就不太一样。好，第0阶的时候呢，你算的时候，我刚才讲过，算出来的结果会是 reduced。那下一个也是 reduced。那你说下一个呢？下一个就是普通的，就是这个啊，就没有什么 reduced 的问题。之后是0。所以呢，换句话说了，你考虑 reduced homology 跟考虑普通的 homology， 你去做这个 long exact sequence， 你做出来唯一的差别就只有在这2个位置，有 Q 塔或没 Q 塔的差。那也不奇怪，因为没 Q 塔跟有 Q 塔的版本都差一个 z， 那个 z 在这个预设值下刚好是1对1，所以基本上不影响 exactness。好，我只告诉你说，你要考虑这个pair 做这个 long exact sequence 的时候，你可以假想，其实你全部都是在做 reduce。那其实唯一的差别就是第0阶这个，那 relative 的部分完全没有改变，不管是第几阶，全部都是没有什么改变一样。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地方问题，所以没有影响。所以这有一些方便之处，就是你在讨论这些东西的时候，你会知道说这个有一些好处。比如说呢，有一个好处，低级的好处到这有问题吗？可以接受吗？这只是很简单的同样代数，就是我就是故意考虑这3串 complexes。那唯一的差别只是我符合自己在这里用 augmentation。好，那如果你有这个，这里是附带底下有一个好处了，比如说这就会。它的一个推论是这样，它的推论就是说，如果我有一个空间，有一个点它属于一个空间，那么我去看这个空间的 homology， 我是要有一个映射，把它送到这里面，把它送到这里面。那你可以问个问题，就是说这2个到底关联是什么？那答案是这样，答案是说。我把这个结论解出来，答案是这个东西，它要 isomorphic HK 的 relative homology， 就你 relative 要你 relative 一个点，对不起，它会 isomorphic x 的 reduced homology。这非常容易看，怎么看呢？你就把这个 pair 套到这个 sequence， 你的这个 A 就是一个点，你套一个点的时候呢，反正只要是 HK 这个 K 比1大的时候，大于等于1的时候，套一个点，这都是0，这都是0。可是你注意到这个地方是用 reduce， 所以一个点的 reduce H0 还是0，所以这也是0。那这既然是0呢，就告诉你这2个是 isomorphic。所以在第0阶的时候，确实 H0 relative 就跟 H0 的 reduce 是一样的。那上面更不用讲，因为上面的你有没有加 Q 啊？好，这只是附带提一下，因为我前面。有一次我记得我好像挂一本挂在这里，就顺便跟你讲一下。这是第一个 remark， 那第2个 remark 也是提醒大家一下，就帮大家复习一下，是说呢，大概是 remark 1、remark 2，remark 2其实是 recall 就是说这个 sequence， 现在写出来这个 sequence， 一样的假设x 是一个透明空间。然后呢 ，A 是一个子集，在这个假设之下，我们可以关心 connecting homomorphism。很想知道什么是这个 connecting homomorphism， 是怎么印的？我希望你还记得，它的映射是这样，这边的一个元素
什么是这里面的一个元素呢？当然，你的 z 就必须要属于 kernel 这个映射，这个映射就是 skx 拖减掉 ska 送到 skx k 减 ex 拖减掉 sk 减 ek 这个 boundary k 的映射，对不对？这个 z 至少要在这里面。那换句话说了，我可以把它写成这样。这 z 呢，我可以故意把它写成，换个写法啊，不好意思，这个我把它写叫 x 啊，我的 x 呢可以写成有一个叫做，这个都随便写的 x 0的东西。那这个 x 0呢，它既然是一个 offset， 所以我可以故意把它写，我就暂时把它叫做 z 加上 sk a 这个 offset。假设是这样，写法写成这个样子。那么你知道一件事情 ，kernel 是什么意思 ？kernel 呢，这个 kernel 就在告诉你说，这个 z 啊，如果你把它真的做 boundary， 它做完 boundary 之后呢，送过来是0嘛，送过来是0的意思是说它会掉在下面这个，不见得它是0，但它会掉在下面这个。可以吗？这是定义，没有什么奇怪的。那我们只要告诉你说，其实这个映射，这个 Canadian homomorphism， 它怎么映的呢？它只是把这个人的那个 z 找出它的 boundary 完之后就掉在这里，掉在这里之后就把它放进去。它事实上呢，不只掉在这里，它是掉在 z 好吧？你自己注意一下，为什么要掉在 z 呢？因为它已经长成人家的 boundary 一样子，所以它在 boundary 是掉在这里，可以吗？对啊，当然掉在 z。那既然掉在 z 以后，就会有个 class。那我只是要告诉你说，这个 map 它就是在做这件事情。好，什么叫 relative 的 homology class 呢？它里面它是有一个东西表示出来，什么东西？你可以想成是一个 coset。但你每次想 coset 实在太麻烦，所以我建议你还是像你一样想成有一个 z。那这个 z 呢，唯一跟以前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它不一定要是一个 cycle， 只要它的 boundary 是掉在 A 里头就可以 ，OK 吗？就这个条件 ，x 0属于 kernel， 跟你把它写成 coset 以后，这个表示这个 representative 满足这个条件是一样的意思。好，那上面这个映射呢，请你自己回去练几次，从 show 这些 sequence、induce 东西这些 sequence 的过程，你会发现说，其实这个 map 是这样。我是告诉你结论是这样，你应该已经做过的。好，那么，所以这很容易想，就是说这里面的一个东西呢，它是一个可能有 boundary 的东西，但它的 boundary 呢是掉在那个我想要忽略的部分。那Canadian homomorphism是什么？就是我去看那个本来假装没有存在那个部分，我就把它挑出来取出来，就是这样。好，这 OK 吗？好，记在心里面哈，我们等下会利用到。好，看一下还要跟你们讲。好，差不多了。这个，我们先休息10分钟，然后10分钟回来再继续讲。那大家趁现在看有什么问题，好，跟我问一下。好，那我们刚才有做一些 remark， 最后分享一件事情。就是如果现在有一个 disk vn， 或者叫 vk 啦，我要去看呢 hk vk s dk sk 减 d， 我要看这个东西的 dk 一个 homology。那它是什么呢？你大概想象一下就知道，因为它我们有讲过嘛，这个 relative 的意思跟你把它抠选掉这个东西，就是说把整个 s k 减 d 捏成一个点，那个空间它对于一个点的 relative homology 是一样的。好，这我们前面在利用这个 excision 定理证明过这件事情。好，所以呢，我的结论是说，这个东西是 isomorphic hk vk sk 减 d， 只要告诉你这件事情。那我们基本上是做过的，我已经做过，上次做过，只是提醒你一下做这件事。那里面这个东西是什么呢 ？vk 你把整个 sk 减 d 捏成一个点是什么意思？就是 sk 嘛，对。
对不对？你把这个 disk 的边边全部都连到一个点，那基本上跟一个 K 维的球面是一样的意思。所以它基本上呢，它就是一个 K 维球面。所以他要说一个 K 维球面的 HK reduce 是什么？就是 Z。不管这个 K 是不是0，它就是 Z。K 如果不是0的时候，你有没有加 reduce 都没有关系，这样。那 K 是0的时候呢，本来 H0 或 S0 是2个点，所以本来是 Z 加 Z。当你加 reduce 就变一个 Z， 就是这样。所以无论是哪一个，这个东西算出来都是 Z。而且你还可以想一下，既然它是 Z 呢，它的 generator 是什么意思？想一下它的 generator 是什么意思？我们刚才讲这是一个看法，去看说它为什么是 Z， 但是你其实还有别的看法。比方讲，再举一个看法。好，另外一个看法是说，你把它放在这个 long exist sequence for relative homology。有这么一段吗？而且我们有讲过，就是说无论如何，你只要不是 relative 的部分，你加个 Q 它，完全都没有影响，加不加 Q 它是一样。可是呢 ，dk 是一个什么 ？dk 是一个你看心情级也好，对，心情级啊，不管 k 是多少 ，k 是0的话 ，dk 那是一个点，都是心情级。所以无论如何，这两个都是0。所以换句话说呢，这个东西是来从 morphic 它，这是另外一个看法。有点不太一样哦，上面的是把这个边边连起来，变成一个 K 维的球面。那下面这个呢？你记得这个 map， 它这样 map 过来之后，它其实是跑到边边上那个 K 减1维的球面啊，有点不太一样。这也是 Z， 这当然是 Z。那就可以问一个自然的问题，我可不可以写一个 generator？ 既然反正不管这样看就是 Z， 我就找一个 generator 出来，给我一个写一个 generator。怎么写这个 generator 呢？你有好几种做法，不过我们就看一个最简单的，比如说你用下面这个，这是 connecting homomorphism， 对不对？刚才上半节的时候有跟大家复习过啊，对 relative homology 来讲，你算 connecting homomorphism 的过程是什么？过程就是说，你这边呢随便一个这种东西，它必须要是这个人是一个 X 里面的 K-chain， 它的特性是它的 boundary 会掉在 A 里面，这就是，然后你就取它的 boundary， 就是这个对应者，就这样。所以现在也类似的，你要问说这个东西的 generator 是什么？我当然先把这个 generator 找出来。那这个你们在前几次的习题都已经做过了，就是你其实会一个球面，然后它同一个维度的 homology generator 是什么？你就是把这个球面分成好多三角形的 image 嘛，然后做一些正负号的组合，对不对？那个东西会是一个 generator 啊，也是习题有做过。所以呢，你假设这里找到一个 generator 啊，我们假装这里有一个叫做 Z 啊，不要再用 Z 了。好了，不管了，就是有一个东西，有一个 generator 啊，我随便画一个啊，就是长这样子，这种感觉，有一个 generator 在这里。我这样画你们看得懂吗？啊，算了，啊，随便好，叫 C 啊，这是一个 generator。这里面的 generator， 我现在目标是要在这里找一个 generator。也就是说，我想要在这里找一个 Z， 它的 boundary 呢的这个 class 跟刚才这个是一样，但是我现在的空间变大了，我可以允许有球的里面，就那个 disk 的部分。所以我要怎么找？我该怎么找？我很多种找法，最简单就是用随便你们讲，用 H operation， 对不对？我就取球心，然后把它跟这个球的表面上这些圈连线，连完之后做 boundary， 反正一定就是外面的这个表面的东西啊，因为原本这个东西已经是个 close。这个 C 这已经是一个 closed 的东西，它已经是一个 cycle， 所以呢，这里面这个 generator 我也非常容易取，我就取 Z， 这个 Z 呢，它是那个空 over C with vertex。我稍微证明一下，就是因为我前面都讲 H operation， 其实 H operation 这个名字是我自创的，就是它并不叫 H operation， 只是为了方便我们就叫 H operation。那个操作呢，你可以把它叫做 com 或是 com operation。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呢 ，C 呢是在布于这个表面的一个圈，你去做它的控的意思是，你要先挑一个顶点。那我挑的顶点就是在这个球的里面挑了一个点，然后我就把它连到球面上的这些三角形，我就做出一大堆这个一些圈，我把它们全部加起来，这就是我以前做的 Algebraic 啊，只是说它现在是必须要活在 VK 里头。啊，那你很容易可以证明，就是说它的 boundary 就是那个 C， 因为 C 的 boundary 是零，就是这个 Algebraic 的功能就是这样子。只要你有那个 cycle， 你要找到人家的 boundary 是它在这个星系里，就做这个动作。所以换句话说呢，按照我们刚才的讲法，这个 Z 呢，我这样写这样不太好，应该是写 Z 加 SK 减1 SK 减。这个符号真的非常混淆。Anyway， 就这样，就这个 coset， 它对过来就会是这个人，所以它就会是它的一个 generator， 因为这是改成模糊图，可以接受吗？我只在告诉你说，这边的 generator 要怎么选，你选的是谁呢？你当然要选一个 VK 里面的 K 圈，首先它是要有 VK K 圈，那就选谁？你就是把这个球先把表面分成一些三角形，然后那个东西必须要是一个 SK 减1的 generator， 它的 class， 然后就把它全部都连到球形，连就连出一大堆 simplexes， 这个东西加在一起就会是它的一个 generator， 就只是这样。好，可以接受吗？好，所以每次做计算的时候，讲到这 relative 的 generator， 你就知道至少你有一个做法就这样做。但是需不需要写到这么具体，那是一回事。但是你要知道这是一个做法。